各位线上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修。时间过得真紧，今仔日再一次和大家伫线上见面，已经是过了农历年。人讲过一年，咱的年龄是加一岁，但是呢，咱的生命却是减一岁。生命随着分秒过去，咱嘛渐渐减少。所以呢，普遍建筑期呢，有一句话安尼讲：时日已过，名亦随减。如小水鱼，事有何乐？当勤渐进，如旧挑然。但念无常，心勿放逸。时日一过，名亦随减，是讲咱一天已经过去啊，但是咱的生命就又搁减一天。如小水鱼呢，就咱这像鱼啊，伫水中呢，鱼伫水里呢悠游自在。鱼是靠着水才会当生存。如果呢，若无水，或者是讲水一天比一天搁减少，伊的生命就渐渐消失掉。事有何乐呢？你甲想看觅，这到底敢有啥物快乐呢？咱人的生命呢，就如小水鱼共款，事有何乐呢？因为安尼呢，所以才讲大众啊，当群渐进。咱大家应当爱把握着分秒，爱勇猛前进。到底咱前进的心爱像什么款的态度呢？就如旧挑然啊！就咱亲像头壳上咱的头毛，互火烧着共款。咱头毛一旦互火烧着呢，就如同命在旦夕之位，炎灵不禁呢。所以讲，咱拢知影讲，大陆呢有所谓的四大名山。是为咱佛教四大菩萨的应化道场，分别是山西的五台山，伊是大地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呢，是为普贤菩萨的道场；浙江普陀山呢，是为大悲观世音菩萨的道场；至于呢，安徽九华山呢，是台湾地藏王菩萨的道场。所以讲呢，这首普贤敬重记呢，就是大贤普贤菩萨所做的。佛教的时院嘛，定定伫咱暗课课上的时阵，拢会念到这段的记上，敬示着咱大众啦，爱珍惜着现有的人生，毋通虚度光阴。人讲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是在于勤。伫新的一年开始，春花盛开，漫长更新之时呢，咱更加爱珍惜着时光，爱好好来殷勤前进。咱时时爱种善因，来结善缘，来累积着好因好缘，未来咱才会有好的果报。伫新正年头，以咱台湾人的风俗呢，每一个人拢会去到寺庙来拜拜，三支香刻着呢，看到有的人就念念有词啦，就想要求平安啦、求富贵啦，甚至讲啦，会当求健康、求长寿，求伫新的一年会当一切会当顺顺利利。古早人有一句话安尼讲：种瓜得瓜，种果得果。这乃至无可能就先碰果，所以呢，咱想要得富贵，咱想要种，咱就爱种富贵的因啊。如果咱想要讲啊，咱身体健康，要得长寿，那安尼咱就是爱种健康的因，结长寿的缘。到底咱要如何来种健康的因呢？其实呢，素食是上好的方式。根据着医学报道呢，素食不但有益咱的身体健康，甚至呢也会当节能减碳来保护着大地。所以讲呢，静心爱先从清口开始，清口开始，口若清，心就静。而且呢，咱无含众生来结恶缘，咱无食欠债餐啊，咱莫甲众生来结着恶缘。咱的身体自然就健康，自然就会当得长寿。所以讲呢，求菩萨、拜菩萨，不如咱自己来做菩萨。只要咱多布施、多造福，咱就当得福、
只要咱素食护生，莫食众生肉，自然咱就当身体健康。讲这尔济呢，咱即马特别来回归正题。今仔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小故事大道理。我想要用几个小故事和大家来聊聊人生的大道理。咱拢知影讲，佛陀以讲经说法，嘛用伊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来说明伊所觉悟的道理。就如同《八字经》啦，这部经呢，全经是由着近100个寓言啦、小故事所集合而成的。这小故事真通俗、真生活化，而且呢，非常的生动活泼，用来譬如着佛教的基本教理呢。每一篇的经文啊，拢是由着譬如甲法这两部分来组成的。譬如是一种真简单的语言。法是语言所蕴含的教理，语言中描述着真济幽默而且真笑诼的代志，但是呢，却是蕴含着真深的道理。而正言上人讲经说法也是同款，除了讲引经据典以外呢，同时也用古典的小故事或者是自济人、自济事来说明人生的大道理。故事不只是囡仔人喜听，大人当时嘛真喜听。有时阵啊，咱长篇大论啊，道理讲较一篇连长，但是呢，咱听就过去。但是如果咱若是听故事呢，迄就不同咯。听了后，咱的印象会真深，记忆会真深，甚至讲哇，时间过了真久长啦，但是咱还阁记条条。就咱像咱细汉的时阵，咱读的童话故事。就譬如讲，白雪公主啊、虎姑婆啊等等啦，相信大家拢真熟悉。到现在呢，咱也是记得啊，非常的清清楚楚。所以讲，今仔日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呢，是伫《八字经》这部经中的一个小故事。伫古早啊，的时阵啊，有一个真愚痴的人啦。这愚痴人有一天啦，伊就到伊的朋友因兜啦去做客啦吼。这主人看到朋友来，哇，就真欢喜，哇，真正是真热烈，甲伊招呼啊，伊就甲伊交代啊，伊就甲伊讲啊，你今仔日吼中昼啊，就为阮兜来食中昼。这主人啦非常欢喜啦，所以讲啦，就备办真丰富、真青草的菜色啦，来要请这位人，这位愚痴的人。这位愚痴的人啦，这人客啦，顶个是人客啦吼，就去伊的店啊，就看每一项菜拢真好食，就硬菜起来，家喙来甲食看，奇怪，哪会咧白食无味，无滋无味啦？这主人听到话安尼讲啦，伊是讲可能是毋是袂记咧下盐，所以讲啦，这主人就伫每一道菜啦，拢加一点点仔盐啊。这位愚痴的人啦，就食了这菜了。加了盐这材料啦，哇，感觉这菜呢特别好食，所以讲呢，这位愚痴人就自言自语安尼讲，原来这菜这么好食，是因为有下盐。所以讲呢，这愚痴人伫做客了黄昏的时阵呢，就转到伊的厝。转到厝的时阵呢，伊老母呢，就已经家己的饭菜拢已经准备好啊。这个愚痴人就向伊老母讲：“妈妈啊，有盐无？”伊即个妈妈啦，伊即个老母啦，都家摕出即个盐，但是啦，因即个老母感觉有淡薄奇怪吼，看到因即囝吼，为什么饭菜毋食，干那要食盐呢？因即个老母就家问讲：啊，你为什么呢？即个遮一个饭甲菜吼，啊，你拢毋食，啊，干那要食盐？伊就讲啦，我知讲天下啦，诶，美味拢是伫即个盐的中间啦，所以讲即个愚痴的人以为讲即美味就是拢伫盐的。所以呢，这位愚痴的人一直呢不停的干那食盐，所以讲无食饭菜，所以讲伊使伊的口味嘛渐渐败坏，身体嘛一直变化。其实的天下的代志，就甲这个故事共款的。人讲超过，就不仅是无好处，而且会弄卡生出。这个故事呢，互咱的启示是，凡事咱拢爱有所度啦。过于不及啊，拢毋是最适当的。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讲呢，就是讲凡事呢爱适可而止啦。
就咱亲像佛陀时阵啊，有一寡外道教，听讲啦，只要咱调节就是饮食啦，就是咱爱节食啦，就会当得道啦。所以讲啦，这外道教就开始啦，就断食，就安尼啦，规个礼拜或者是啦半个月，拢无食到半粒饭，甲家己饿到亲像皮包骨共款。这不但是无益于咱修道，反倒对啦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其实啊，咱讲咱现代人嘛是共款啊，咱现代人嘛是真愚痴啊。有人为着爱水啊，所以讲去减肥啊，有人减肥过度呢。确实呐，造成厌食症，这是毋是得不偿失的代志呢？而且咱知讲啦，是未蒙其利而身受其害。所以呢，咱要和大家来分享的第二个故事呢，是一个叫东海的好色，就是有效的新妇啦，甲周延的故事啦。伫游学庆龄啦，就这本书啦，就讲到这段话啦。伊讲借腹含冤啦。3年不遇啦，周延下落月啦，6月飞霜啦。这几句话就是有典故的，是啥物典故呢？根据《汉书·武定国传》啊记载啦，伫汉宣帝时阵啊，一个东海郡，也就是今现在山东省的盐城县啦，有一名有效的新妇啦。这有效新妇啦，年纪轻轻就长寡。而且啦，伊膝下无子啦，就是讲伊无生囝，但伊也是啦，真全心全意啦来奉待着伊的大家啦。伊的大家啦，年纪渐渐大，有一天啦，伊就想讲我年纪遮尔啊济岁啊，所以讲伊想讲伊这新妇抑阁少年，而且阁无有生囝吼，所以讲啦，伊这大家就劝伊这个新妇啦爱改嫁以后啦你老咧，看要安怎就好。但是呢，伊这个有效的新妇啦，真正伊感觉讲伊爱照顾着这大家，照顾大家是伊的责任啦。所以讲啦，伊并无答应着伊大家的建议啦。所以讲啦，伊这大家啦，就对这厝边隔壁人讲阮这个新妇实在真有效啦，而且奉待我一直拢真辛苦。但是呢，伊也无囝，而且佫守寡我即马年纪嘛已经渐渐老啊。如果长久落去呢，会甲伊拖累着，毋知要怎则好。伊大家甲这厝边讲了后呢，无偌久呢，伊的大家呢，就想讲伊要来解脱，来互伊即个新妇呢会当去解决，所以讲呢，就调刀自尽。当伊这大家调刀自尽了后呢，伊即个新妇的小姑啦，就是伊这大家查某囝啦，伊就非常生气，伊以为讲啦，伊老母。是和伊即个阿嫂害死，所以讲啦，一阵就告到这官府去。这官府呢，就依照伊即个所告呢，就甲即个有效新妇就甲伊抓起来，就甲伊拷打，甲伊逼迫。即个有效新妇呢，结果呢，被拷打被逼迫之下呢，所以讲啦，伊不得不承认讲，伊家己来害死着伊的大家。地方的官。定案了后啦，将这个案件就填报到上级官府啦。咱知讲啦，伫迄时阵有一个叫做武公啦，就武定公啦，叫做武公啦。伊是担任着这件官司的承办人。伊阅览卷宗了后啦，伊认为讲，这个查某人，这有效查某人，伊奉待着伊的大家10几年，而且呢，伊好心呢，伫个庄仔内呢，拢是真出名的。一定无可能来杀害到伊的大家啦。但是呢，伊的长官啦，就是伊的太守啦，确实啦，听袂入去讲，伊这武功会劝告啦。这个武功甲太守啦，真激烈的争论啦。但是犹原无法度达成到武功伊的目的啦。武功为此啦，就抱着这卷宗啦，伫厝里嚎啕大哭，而且啦，就转诗歌告恼还乡啦。过来，咱讲到这个有效这个新妇啦，完事了后啦，真正不可思议伫这个东海郡这个所在，竟然呢大旱3年大旱3年，这3年拢无落雨，3年拢无落雨，拢真干旱啊。这有后来一个新任的太守啦，伊就接任了到这所在啦，伊就感觉奇怪，这个所在为什么呢？3年拢无落雨？
所以讲伊请人来占卜啦，来卜卦啦。为什么会大旱的原因啦？这个武功就讲啦，这个好父啦，就是有效信物，伊不该被判死。这个前任的太守呢，一意孤行啦，强行决断，原因可能就是伫遮。于是呢，这个新任的太守呢，听完了武功这段话了后呢，伊就亲自前往到这个好父，就是有效信物的墓前啦，伊就对天来祭祀啦，并且呢，为伊家立一个牌匾吼。真不可思议呢！伫这时阵呢，天降下着倾盆的大雨。当年这个时阵呢，这地方啦，因降下了大雨了后呢，大家拢真丰收。所以讲呢，郡中的百姓因此呢，更加敬重着这个武功啦。过来要和大家来讲另外一个，就是周延罗乐。咱知影周延呢，是战国时代呢一个非常有名的阴阳家啦。伊是会当讲是博学多闻。燕昭王呢，就拜这个周延啊为师啦。但是咱知讲啦，燕昭王驾崩了后，就是往生了后啦，这位的惠王啦，却是呢听信着谗言啦吼，所以讲呢，就将周延拍入这个罗乐中间啦。周延伫乐中啦，仰天啊大哭啦。这时阵拄好是天气，拄是伫6月天。6月天是真炎热的天气呀。但是呢，其实呢，天上呢，竟落下了霜来。所以讲呢，这个惠王啦，看到这种情形啦，伊感觉讲这必有冤情啦，于是呢，将这个周延甲释放，官复原职。这就是呢，咱头拄讲的“借腹含冤，3年不遇”啦，周延罗乐6月飞雪的典故。所以讲啦，有这段啦，就是印证着古早人讲的一句话啦：咱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值。即摆啦，你看咱即摆气候啦，非常的异常啦，圣婴甲反圣婴的现象啦，造成世界各地的天灾不断。不只是滚滚风流而已啦，而且有的人甚至是山林大火啦，就是山林火灾啦，造成家破人亡。对紧救地啦，这拢是咱人类所造成的。所以，咱要和大家来分享的第3个故事呢，这是正言上人曾经嘛捌分享过一个佛典的小故事，就是这故事就是讲到一位少年人，这少年人伊老爸往生了啦，伊就非常的艰苦，所以讲啦，伊就想讲要请求佛陀来加持，希望讲会当回老爸死了后会当往生去较好的所在。佛陀知影讲这个少年人真执着，所以讲啦，伊就答应伊。但是呢，伊爱这个少年人准备2个碗，2个碗一个碗是放一个石头，另外一个碗是放一个油，然后这2个碗同齐甲放入这个溪水内面然后佫召集庄内人共同这人来，恁来，大家来共同来祈祷啦，或者放石头这个碗啦，会当甲浮起来。然后，这个装油，这个碗会当沉落去。大家听到佛陀的话呢，大家拢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感觉讲哪有可能的代志？这个石头是下沉，然后将石头沉落去，是往下落沉落去。咱油呢，放伫水里呢是浮起来，这是一定的道理。哪有可能讲改变呢？所以讲呢，佛陀就此就开导啦，就该向这开始啦。伊讲咱善恶啦，该是咱自作自受的。咱为善自然是先天嘛，做恶必定是沉沦伫恶道啦。任何人拢是无法度反因为果的。所以讲啦，上人开始讲，过去咱所做的业，今生咱就是爱受报。以早啦，咱结了真侪真长的缘啦，缘真就是爱分散。总是说，你看目犍连、舍利弗尊者啦，咱知影目犍连甲舍利弗尊者啦，是佛陀的一个地下的一个尊者一位是神通第一的，就是目犍连尊者；另外一位是智慧第一的，就是舍利弗。目犍连尊者啦，最后啦，也是互外道用石头甲伊缀死去。而舍利弗啊，伊是比佛陀更较先往生。
咱会想讲奇怪，为什么佛陀那歹甲因留落来？因为咱知影讲啦，各人有各人的业报，有各人的因缘，这是无可奈何代志。所以讲啦，上人表示讲，咱佛教徒，咱毋通讲哦，我信佛啦，我学佛拜佛。所以讲啦，佛陀会庇佑咱。其实咱知影讲，祸福无闻啦，为人自招啦。伫几年前啦，伫应该是20年前啦，有一位啦，发明家啦，伊就来拜见上人啦。伊就甲上人讲：师父啊，我发明足侪物件但是毋知为什么呢？这物件拢卖袂出去，老是亏本啦。后来呢，我就将这个产品的专利啦，都卖互别人。讲的真正奇怪当对方将我这物件专利卖互伊了，伊做这物件啦，重新搁甲推出了啦。既然啦，伫这个市场啦，真正是大受欢迎，而且啦，赚了足侪钱啦。到底这是啥物道理呢？上人就甲伊讲，这是因为呢，你的福报无够。伊就问上人讲：为何差别这尔大？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上人就甲伊讲啦，因为呢，对方伫过去生中人有造福啊，而且呢有结了真侪福缘啊，所以呢，只要提起到这产品是某某人所推出的，大家拢真有信心，自然啊，产品会销售了真好。而你家己呢，过去生中无结下到福缘啊，尽管讲你的产品搁再好，但是无论如何推销，嘛是共款卖袂出去。伊就问啦，那安尼我这世人是毋是注定只是发明你互别人来趁钱呢？上人就甲伊讲，你应转换另外一个观念啊，咱转念一下，因为你的发明互咱的互其他人啦，生活上事事拢真方便啊，这也是造福人群，也是结好缘啊。如果咱会当安尼想，你的心就会感觉较舒服，就会感觉较欢喜自在。伊想来想讲安尼想，我心就有影较舒服啦。若无呢，我真正会气死，因为我投入遮尔济的精神啊，时间发明出来的物件啊，却是别人伫趁钱，心内实在是真正是真难以平衡啦。其实呢，咱知影讲人生会当平安，这就是福嘛。人比人气死人，咱以宽广的心来包容着别人。凡事咱拢爱善解，爱感恩，爱知足，日子自然就会当过得真欢喜自在。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琉璃王灭掉释迦族的故事呢。自古以来，咱知影讲圣贤对人的教育，拢是谈一念心。人心如果呢，咱会当充满着爱呢，及时化解怨甲恨，世间就会当充满着祥和幸福。咱知影讲佛陀成道了后呢，伊就转到伊的故乡迦毗罗卫国，来向着伊的人民来说法。当时呢，释迦族的人呢，自认为讲因人是至高无上的，因的智慧嘛是上悬的，因拢高高在上。因的太子已经修行成佛啦，受到普天下的人的尊重甲敬仰。所以讲啦，释迦族的每一个人的心性拢真骄傲。当时呢，小卫国一个新王呢，多登基，伊名叫做波斯匿王。这位新王呢，真仰慕着释迦牟尼佛，所以讲啦，伊起就想讲要和释迦族来联姻的心愿。但是呢，释迦族呢，知影消息了后啦，有的人就非常的排斥啦。伊认为讲自己的种族呢真优秀，讲因的释迦族是真优秀的哦。小卫国凭啥物要来带因迦毗罗卫族的人呢？所以有一天啦，波斯匿王啦，伊就到这个迦毗罗卫国这地界去拍蜡，来到这茉莉园，就是茉莉园这个所在。伊感觉讲伫拍蜡时阵，哇，来到这所在有淡薄较忝啊，所以讲啦，因此啦，就落了马车入去较这个茉莉园，就是茉莉园这所在来休息。这个花园啦，种满着茉莉花非常的香啦，而且这茉莉花是一位生得真正水佮温柔的，叫做明月姑娘来负责照顾。
伊时常将这个花就甲伊串成花蔓来献贺国王，所以又名叫圣曼夫人这个波斯女王看到这位姑娘是遮尔温柔而且善解人意，所以讲伊满心的欢喜，伊就问这个姑娘讲：你是啥物人啊？你是带一家的查某囝？这个名媛就回答伊讲：我是穆赫兰王的婢女这时阵拄好，就是当伊甲伊回答的时阵这时阵拄好，波斯女王一个侍卫走来请伊离开所以讲这个波斯女王一时嘛无听讲真清楚，因为讲这个查某囡仔是穆赫兰王的查某囝，就赶紧叫人去提亲。这个穆赫兰王想到讲这个夏卫国因的兵力是非常的强盛伊既然要来提亲，这是真是得罪不起的代志。因此伊就甲这个明月甲收做契查某囝，就将这个明月嫁过去。当这个明月嫁到夏卫国了后伊甲伊的夫君就是波斯女王阿某感情非常的好。国王就甲明月这个名字改为茉莉，就是茉莉，因为伊是伫茉莉花园熟识。佛教中有真侪经典拢有茉莉夫人的事迹因即对的夫妻又生一个囝，这个囝叫做琉璃太子这琉璃太子当然就是较8、9岁的时阵这个波斯女王为着讲要回学习这个诗就是书甲一寡的技术所以讲伊就甲伊送到加比罗卫国来留学，而且派了真侪位的大臣甲公主含伊同齐去。到了加比罗卫国的时阵当地有真侪人知影讲这琉璃太子其实是穆赫兰王的查某囝，就是婢女所生的，所以讲大家拢真看伊无起，但毋敢得罪伊。有一天这个琉璃太子含一群的童子伫外口耍，伫练习这个射箭的时阵，看到有一座建筑物的大讲堂，起了非常的水，非常的壮观原来加比罗卫国这个百姓为什么起到这么水的这个讲堂是因为讲加比罗卫国百姓希望讲佛陀会当转来定定转来加比罗卫国来说法，来教化人民，所以讲开了真侪钱来起这个讲堂。这个讲堂的中央有放一张的椅这个椅就是咧预备互这个佛陀来坐，伊是毋准任何人来甲伊摸的。但是即群的童子看到讲堂非常的水就行入去这琉璃太子真大方这行入就坐上这张椅一边的一个大臣看了非常的生气，就甲这个琉璃太子一个椅甲伊扭落来边推佫边甲伊骂讲你是咧婢女之子所以讲就甲伊安尼甲伊赶出去。这琉璃太子当时才9岁尔，受到安尼侮辱心中非常怨佫愤因此伊就向伊身躯边一个含伊年龄相共的一个童子讲：你今仔日一定要帮我会记哩，我今仔日所受的侮辱，甚至讲你爱逐工提醒我3遍，这仇我一定要报的。从此以后这童子每工3遍，拢向这太子来讲到伊受侮辱这件代志。这时间过了真紧，经过了10几年这太子慢慢长大成人，伊逐工拢听到伊这边这人甲伊提醒讲，你爱报仇这件代志。所以讲每一届若想到这件代志伊就非常的生气恨得咬牙切齿也因为讲心中有这个怨，有这个恨所以讲伊看每一个人拢真正是无可爱，包括讲是伊的爸母在内。伊一心想到就是要早一日会当执政，因为唯有执政才有机会来报仇。伊发愿伊登基了后第一件代志要做代志就是要报仇。所以有一天波斯女王甲茉莉夫人就同齐要
出去看佛陀啦。闾闾太子知影讲伊父王啦，要去看佛陀，伊所载物件一定是真简单的装备礼仪，而且无任何武装的设备啦。因此就利用即个父王还未进城的时阵就发兵来篡位。这个波斯利用就因为因呢从此江山就失去，就离离失所，饿死伫别个所在。这个琉璃太子登基了后伊这身躯边就甲伊进言讲国王你即摆已经是执政哦，你身为一国之王，兵权实在恶吼，你爱记哩哦，你9岁时阵会侮辱哦。于是伊发兵伊听得了伊就开发兵来攻打到交毗罗卫国，想要甲释迦族甲伊灭掉。当这时阵佛陀知影这消息了后就去伊攻打这罗尼半路上这个伫遐坐伫遐，这琉璃王率兵来到这半路上，看到佛陀坐伫这个半路上，而且日头是赤炎炎但是这个琉璃王真尊敬着佛陀伊看到佛陀坐伫遐，就赶紧落马向佛陀来问讯，而且问佛陀讲佛迄边有迄个树影你为什么袂去遐坐？却是要坐伫这日头下骹呢？佛陀就甲伊回答讲：我的亲族会紧即种要败坏，哪有树会当惹爬着我呢？琉璃王听到佛陀这话了后，伊知影讲佛陀是为着释迦族伫半路上要来阻挡伊，因此这个琉璃王就收兵转去。过来第2天、第3天，伊的身躯边的神，这个臣子又再一次就甲伊讲哦，这个树、这个薰，你千万唔通无报哦。于是这个琉璃王再度发兵过来攻打到这个释迦族，佛陀共款坐伫半路上，伊这个琉璃王来到这个路呢伊佫看到佛陀坐伫遐，看到安尼只好鼻懵咧。又佫转去连续安尼3遍，拢是共款的情形如此经过1礼拜了后，伊内心的怨愤犹原是无消失，因此再度发兵即届发兵真顺利，就甲释迦族甲伊灭掉去。佛陀就以这故事来教育着弟子人生一切拢是因缘果报，离上生上灭。为过去因缘，现在的果报现前，所以讲释迦族伫琉璃王的手中被毁灭掉，而琉璃王也做了极重的恶业。这个业是由咱一念心起，而释迦族的骄傲、傲慢的心嘛是一念心，因为一念的骄傲、傲慢轻视着别人，怨甲恨就建伫受轻视者的心中。所以产生着要报复的心理，引发着祸端，因此才有佛教中一段惨烈的故事。今仔日和大家分享这4个故事，唔知恁听了会记哩无？希望讲咱大家会当为故事的内容中间会当体会到咱人生的道理。今仔日就和大家分享到这，感恩恁的收看，也祝福咱大家。伫新的一年，大家拢当平安、健康、福慧双收，咱下一次再见。